做最有的模型，听这个为您分享。Hello，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这一期的模仿分享。本期要和各位分享的就是高高放光的 HG 炽天使高达。这款模型目前的售价呢，也是在20多元左右。相对于来说，我个人认为，单从板件量，那么这款模型的价格就已经是比较值的了。而且里边呢，还是得分成了2包零件，整体的零件数一数，差不多有10块板件之多，算上2把 PC 件。但是呢，我这一盒模型里面打开以后，可以看到是有很多的灰尘的，这一点其实让我很不爽。买回来肯定还是要洗一洗，洗一洗之后呢，再给它擦一擦，然后拼上去就可以了。那么这款模型提供的所谓的贴纸、说明书这些呢，也都是常规操作了。但是我这个贴纸呢，依旧是有些歪的，最后在这个面向方面肯定是需要进行一定的补色的。整体的零件表现依旧是那种高高的磨砂质感，并不是那种油亮的感觉。反正我个人还是蛮喜欢这种质感的，毕竟做出来其实不太油。那么针对于这一次的炽天使呢，由于是没有6E高达或者说呢天使长高达这么一个配置的，仅仅就是一个背包了，所以它依旧不是一个完整的东西。那么至于这款模型到底怎么样，我们直接来看下面的事情，看看成品素质表现到底如何。那么组装完以后，这一款炽天使呢就已经是全部的完成了。说句实在话，这款炽天使呢在组装的过程以及整体的最后表现呢，我个人认为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的，至少这个体块要比之前的德天使要稍微的好上一些。那么我们拿出之前做过的高高 HG 德天使呢，其实是可以简单的对比一下。在整体的配色方面其实我是更喜欢德天使的这一个造型的。炽天使的话呢，总感觉这个配色呢有一点阴沉暗沉，德天使这个相对来说会看着细节更多一些。在面相方面，这一款炽天使呢，其实在内部的红色零件的眼眶以及眼睛部分的刻线呢，相对来说还算是比较清晰的。我这里呢是进行了按照贴纸颜色进行了一个简单的补色，上方透明件内部的红色呢，我也是进行了一个补色，但是这一次透明件它稍微的有点糊了，有一些白痕，所以说呢看上去并不是特别的明显。加上整个炽天使的面罩稍微的有一些肉了，而且内部的刻线呢基本上是模模糊糊看不清了。总之，目前这个脸你能说它正，但是你不能说它崩，但是吧它不正。那么整个炽天使呢，通过了一个 PC 件进行连接，整体的活动性基本上受到整个头部的限制，只能够进行左右旋转。在胸部呢，依旧是采取了一个2段的关节球形关节的设计。其实作为00系列第2季机体的，基本上都要比第1季机体在腰部呢是多了一个关节的。所以说在整体的把玩过程中呢，这个腰部其实还是可以的。但是这款模型的背包也就是所谓的天使长呢，背在后面会对整个腰部的可动性造成一个毁灭性的打击，这个腰基本上就完完全全没有动了，左右旋转都不可以。在肩部的装备呢，这一次不再是接应火箭炮了，而是所谓的立场发生器了，接应立场发生器。但是这一次高高的立场发生器呢，是可以进行一定的外拉的，至少这个外拉呢要比德天使那个顺畅。内部都是采取了金色贴纸进行的一个补色，最终呈现的效果，我个人认为还是比较好的。而且目前这个状态下呢，4处都是可以进行展开的。肩甲上方的这个立场发生器呢，是通过一个柱形打嘴进行连接，整体的活动性还是可以的。肩甲下端的盖板带有一定的活动性，这个呢也都是常规操作了。那么整个手臂部分呢，依旧是德天使的，依旧是炽天使的一个标准化的配置了。整体的造型还是比较干净的，而且这个可动性呢和之前的堕天使一样，保持了一个比较优秀的水准。这些呢也都是常规的操作了。在手部呢是提供了一个普通的握持手型，手背甲呢依旧是比较容易松脱的，建议各位给它粘死加固。在裆部，炽天使可以说呢是没有裙甲的，裆部这个就是完整的一块零件，上方呢有一个红色零件点缀，但是两侧却挂载了2个直行火箭炮了。这2个火箭炮呢是通过了一个球形关节头 PC 件进行连接的，整体来说会带有一定的活动性，也就充当了一个所谓的侧裙甲了。但是我这里没想明白的是，后方这块还有一个小卡榫，这个的话呢，我要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插在天使长身上的吧，好像是。胯部依旧是采取了一个连轴的双球形关节进行连接，能够进行一定的侧摆活动，但是整个腿部的侧摆就相当于微乎其微了。加上炽天使本身体块就比较厚重的缘故，这个可能性的限制还是比较大的。由于膝盖的直行火箭炮以及整个胯部的干涉，整个腿部前踢呢只能达到这一点点了，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好的可能性。膝盖部分还有2个直行火箭炮，这2个呢内部都是采取了一个绿色的贴纸进行补色，加上一块白色的透明件，整体最后呈现效果还是可以的，而且能够通过一个 PC 件进行一定的翻折。小腿侧面就像我们之前说的一样，也是2个直行立场发生器，能够进行一定的展开设计，这个地方顺畅程度也是可以的。后方呢就是一个大的推进器了，这些也都是常规的细节操作了。
那么在虚息活动的时候呢，虽然说这个可动性以及关节设计都是有的，但是还是因为侧云甲以及后方背包的干涉，这个干涉导致这个可动呢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了。脚腕的设计呢，其实采取了一个关节的设计，能够为这款模型提供一个比较良好的接地性。之后呢，在整个脚部的前踢、后踢呢，这些都是可以实现的。但是对于这款模型来说呢，这个可动性暂时就已经足够了。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款模型所提供的这个背包，与其说是背包其实这个呢更应该是一个高达。上面赤天使背后呢是背了一个天使长，或者又称之为6翼天使的高达。那么整体的造型基本上还是能看得出来的。但是这款模型呢，并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还原出6翼天使，还需要各位去另购 HG 的6翼天使或者天使长高达。万代的 HG 天使长呢，目前的价格应该是在100左右。高的那个还有一个3红的版本也是没有货了，找不着了。高那个已经是 N 年没有再版了，万代的这个呢好像也没有再版。那么天使长的手臂部分呢，是充当了2个和膝盖一样的接应火箭炮了，在上方的零件是能够进行一定的活动的。之后在整个面向方面，我个人呢还是非常的喜欢的，因为6翼天使胸前是一个大的高达脸，我们简单的来看一下它这个面向，两侧的天线通过一个球形关节进行连接，这个呢我们可以将它进行一定的展开。之后我们按动面罩两侧的黑色零件，将整个脸呢进行一个下压。内部我是没有采取贴纸的，所以说这个地方呢，我是完完全全的进行手涂进行一个补色的。而且各位可以看到，这个大脸其实在面相方面，我认为还是比较正的，看着还比较好看。但是上方的刻线稍微的有些糊了，我这里呢也没有进行任何的渗线。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尝试着用勾线笔去给它简单的勾一下。下方这个腿部的设计也都是有的，但是仅仅就是2片零件简单的左右合了。之后呢是通过一个推进器进行连接的。那么侧云甲的设计也有通过一个关节进行连接。说句实在话，东西都给了，但是吧就差个四肢和脑袋。在武器部分的配置，首先就是一个天使长专用的一个 GN 的光束步枪了。这个光束步枪说句实在话，真的是非常少了，跟手枪一样。然后呢，就是赤天使专用的 GN 火箭炮了。这个 GN 火箭炮整体的内衬设计还是有的，之后呢，连带下方的握把都是可以进行活动，上方是通过了一个透明件进行连接的。但是如果想要达到官图效果呢，我建议各位给这块涂一个绿色，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那么炮的尾端呢是可以进行一定的活动的，我们直接握持在手上就可以了。同时这2个炮呢还可以尝试着使用连接方式给它连接在一起，之后我们留下一个握把呢，呈现一个 GN 火箭炮的连载样式，整体这个炮身呢会更大一些，而且上方还有一个握把的设计，各位可以摆出一些开炮的姿势。即便是全部搭载了以后呢，这款模型对于这个炮的手部握持还是非常的够用的。那么整款赤天使到这里我们就已经全部的介绍完成了，剩下的时间我们来简单的看一期这一次的修建建议。修建建议的话呢，其实相对来说也不算特别的多。首先呢，就是在胸部的 E3 以及整个 B12 加上前端的 E1 呢，这3个零件衔接是比较紧的，需要各位简单的处理一下。再来呢，就是手臂部分的左右和 B28 以及 B29 是需要进行一定的扩孔，肩胛的 B25 和 B24 是需要进行一定的扩孔的，膝盖部分的 B18 和 B21 是需要进行一定的扩孔。D2 和 D4 也是需要进行一定的扩孔的，然后在整个这个部分加上这个部分的组合度可能会挤，但是呢这个地方我不太建议各位去扩孔，因为一旦是扩孔了，这个地方的缝隙其实会比较大，比较难看。然后这边的 B1 是插上去的时候呢是需要进行一定的扩孔的。那么这边整个6翼天使身上的主体躯干部分的 C10 以及 C11 2个零件组合是需要进行一定的扩孔的。那么这款模型其他的就没有任何的问题了。整款赤天使来说呢，应该是高模型里边我个人认为算第一梯队，我个人比较推荐的一款模型了。当然这款模型的最大的问题呢，也就是可动几乎是没有了。而且加上后面的6翼天使现在没有好价收得着了，实体的话呢基本上也都在60-70左右，也不是特别好的一个价格，所以我个人感觉这款赤天使目前来说绝对是一个不完整的赤天使。我倒是希望如果说高能看到我这期视频的话呢，希望他能再版一下一些其他的 HG 模型，因为在这个市场里头我目前能推荐的高达类的产品呢也只有高能去做了。但是我说完这句话以后呢，我也希望你不要去涨价了，因为这年头的玩家包括我在内真没有什么可玩的了。我为什么去做呢？我无非就是想让一些资金不是特别多的朋友去能够有一个好的价格买到一些好的一点的高达模型。那么本期的 C 狗魔玩分享到这里呢就已经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 C 狗，我们下期不见不散，拜拜。